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智强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天尊时代低级别的 TFP 烟幕啊，这个模具目前在圈子里可以说是多半好评。至于说为什么好评呢？很简单，因为这个玩具真的做的太棒了，属于是大象老师一拆盒一检查一上手就没毛病一粒，绝对的好物。但是为什么只是多半好评呢？很简单，因为这个傻逼官方啊就非得叫它叫 TFP 烟幕，他甚至不愿意叫它传世烟幕，就很烦。哎，他就非得他妈惦记那个你惦记你那个 TFP 我能理解，但你要不要考虑你以前 TFP 做的是什么玩具，做的是什么造型？你现在做的是一群什么狗臭鸡巴文艺兄弟？自从进了传世之后，这 TFP 就没几个能看的。我想想，好像没有一个能看的。那很坏的。那我们发完牢骚之后，继续讲回玩具本身啊。除了它造型不是说特别还原 TFP 之外呢，完全是极其优秀的玩具啊，材质扎实，手感好。同时，这个模具有一个我超级无敌究极加分项，那就是它身上的透明件是独立分件啊，兄弟们，这独立分件可以看到啊，这是侧窗啊。这车门车窗的这个部分啊，透明件独立分件，没一点毛病，不吃压力。同时呢，你再看这里，它的这个整个的前挡风玻璃也是嵌在这个实色塑料上面的，就透明件不吃一点压力，把玩起来爽的要死，太稳定，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逼养的透明件会坏，没一点毛病，这个结构太爽了。与此同时呢，就是怎么说呢？结构优秀啊，手感也好，设计呢也不赖，所以这个模具是真没啥毛病。我毫不怀疑官方后续会拿这个模具去多涂一点角色，而且我没有任何意见。那人形态的优点吧，这个玩具的整体的优点都说的差不多了，我们大概讲一下啊，开始细分了啊，开始无限细分了。那配件方面呢是2个小炮。我总感觉官方自从进了这个传世之后，这种小号的手炮开始愈发频繁的出现在玩具的配件里面了。倒不是大强老师歧视这种小手炮啊，只是觉得不如大枪来的实在一点。那这个配件呢，就是白色塑料上银色漆，细节呢也还可以，只不过呢这一次的开口就不是这种经典5毫米了，你是插不了特效键的。平常拿在手上呢，看起来也就像个水管一样的，反正挺丑的。这个枪还不如不要。看手边有没有合适的这个配件搞一下。确实是这个样子，不是很好看，你知道吧？它配件真不行。那我拿个克劳的枪，是吧？放到上面，整个小黑枪放到这里，我感觉都比这个手炮要强一点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感觉啊。那这个手炮平常不用的时候收到哪里去呢？倒不是放到那个不是什么那个，我操，最近真的看那个哪什么视频都有那个逼养的那个广告，真的愁人啊。到这就放到这个，我目前能想到就放到背包上面不放到这个翅膀上面，大概长这个样子，效果一般般吧。个人的喜好就是就像刚才一样，你的小腿里既然有现成的空间，那是吧，往里一塞就行了，而且还不影响你屈膝，最多就是玩起来的时候里面叮叮当当的响，就稍微有点烦吧，不过问题不大啊。总而言之，确实收进去了，没毛病。那 OK， 武器配件说过了，我们来看一下头雕。你是烟幕吗？我觉得我是。这个头雕只能说够帅啊，不丑。如果他丑的话，那真的是一无所有。但我不清楚为什么他侧边非得做成这种不高兴的效果。这个效果离得近看起来就很糟糕，但离得远的话，尤其是你平视这个头雕的时候，就感觉它跟这个包装盒上的这个效果，就这个效果还真就差不多，所以问题不大，我觉得还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这个模具呢，缺点还是有的，除了官方的经费问题，这个玩具怎么说呢啊？一上手就能感觉到啊，如此优秀的是吧？整体的思路，但就是害在了这个经费不足上面，它有一些空洞啊，设计上的这种简化啊，让我觉得有点遗憾。我们话归正题啊，它的问题主要在哪儿呢？就是跟那个
经典爵士一样的这个地方的卡扣，胸口的卡扣就没有，那个经典爵士也是就没有卡扣，它是有卡扣在这个地方扣在这里，但根本扣不住，很松弛。不过好在经典爵士那个模具傻逼在那个肩膀跟真胸是连在一起的啊，跟车头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模具好歹自己扣在这里，所以你可以想点办法稍微加固啊，这倒是没什么毛病。那来吧，胸部的这个是吧，真胸车灯细节的没毛病，上了这个银漆，观感还挺好的。然后胸腹这里真的好漂亮啊，这个蓝色的涂装，白色的塑料，还有博派标志，灰色啊，这个算黑灰色啊，还是枪铁色塑料啊？就这个灰色的塑料啊，几乎都带点摩擦，所以摸起来的手感还挺爽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地方，包括这个脚啊，都多少带点这个摩擦，手感还蛮棒的。裤裆这里是上了这个银漆啊，它是可以掀开的，打开盖即时这一块的难崩，好像没什么好讲了，侧边的涂装就一点点，经费不足吧，是这个样子的，整体就是白色塑料了。那可动性方面，脑袋大强老师最爱的后置球关节没一点毛病，抬头除了不能低头之外，这个脑袋的可动是真的没毛病，而且可以做出很漂亮的那种抬头姿势，没一点问题。再配上这个英俊帅气的头雕，你只要不说它是 TFP 烟幕，你就叫它传世烟幕，那我会给这个模具99分啊，扣1分是因为给满分有点不公平。肩膀部分旋转没毛病，但是旋转的时候请注意啊，它跟那个 SS 禁闭一样的，在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啊，SS 禁闭是平转的问题，它是这个旋转的毛病，这个轮子会跟这个零件多少有点干涉啊，可能有断的风险。肩膀部分平抬到这里没毛病，大臂的平转也没问题，只不过这个手臂侧看的造型是不怎么好看曲肘双段关节，所以曲肘的幅度很大等等。我突然意识到这玩意儿像什么了，我总觉得这个模具可以后面涂一个很帅的3字母警车，但我没有证据啊。这个模具真的随便涂那种英俊帅气的小车，你就改模吧兄弟，改模一改一个不吱声啊。手腕部分虽然这次也偷胶了，而且依然没有用大强老师引以为傲的球关节手腕，不过鉴于他是想把这个武器插到这个上面的，那没什么好说的了。腰部旋转没毛病，前踢后踢侧踢啊，幅度都可以，大腿的平转也没问题，关节整体的关节都很紧，唯独膝盖部分的这个卡扣啊很松弛啊，真的就是很松弛，玩的时候因为其他地方太紧了，而且你捏的时候这个地方尤其是侧边啊，整个后轮都在这里的，你捏的时候必不可少去影响到这里的这个密合啊，一拽就开了，有点小烦，不过问题不大。屈膝是有一个明确卡扣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卡扣啊，不过问题不大，反正屈膝的幅度还可以。脚部甚至向前有一段接地，我姑且把它当做变形需要，因为我总感觉我变形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地方，但我没有证据。然后向内的接地，所以这个玩意儿接地也还可以啊，至少2个面的，而且脚掌够大，所以站立性一般般。翅膀这里的可动忘讲了，翅膀这里的关节是这里有一个转轴，这里有一个转轴，所以这个翅膀的可动还挺不赖的，完全够你去各种把玩了。那 OK 兄弟们啊，人形基本上该讲的都讲过了，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款产品的变形设计啊，真的很棒。那首先第一步呢，就把这个非常松的这个车头给它分开，翅膀呢放平，撑到2边，然后把这个脑袋等等，我情商高一点，这个模具算不算半部联盟级？车门能开啊，真开车门啊。然后脑袋呢，你切记啊，是放成这样的效果，然后再去翻，把这个胸口翻上去，之后呢，把这里手臂部分给它往里折的时候不着急，因为这个模具的手腕啊是实打实参与变形的啊。同时呢，我要证实一点啊，我要试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零件是否能收纳到这个车头下面。我倒是觉得这一点还挺重要的，因为如果能收纳的话，就证明它可以不用按照说明书去放到那个车尾后面当排气管了，就是像这个样子一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挺丑的，不如这个好看，不如收纳到这里好看。目前来看是没毛病啊，所以我们先收一个吧，就收一个。
强迫症难受坏了是吧？不关想想的事，大强老师纯恶心你呢，就恶心强迫症了，怎么地吧？我也是强迫症，就得治兄弟。好，这里给他一扣，扣上之后确认了兄弟，这个武器可以完美的收在车头下面，没一点毛病。所以大家可以自行考虑收纳的过程。那接下来呢，就是把这里的这个零件啊，这里的这个零件去给它往前扣，给它往前扣，扣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里的公差，虽然公差给的很足，但多少稍微小心一点点就对了。小心行事肯定有没毛病的嘛。然后呢，把这个零件给它稍微搬下去。我觉得这个模具最精妙的地方就是这个零件给予了一个很巧妙的分件去分到了这个位置上，它没有打轴，给了这个零件足够的这个韧性的就是公差的空间嘛，哪怕它松脱了都不会断，不会白痕的。同时呢，这个零件也起到了辅助变形、把玩的各种作用，感觉这地方确实很爽。那接下来我们变一下下半身，下半身的设计就很简单了。第一步呢，就把这个小腿前面这一段全部给它掰开，掰开完之后呢，把上面这个部分给它往里推啊，就这个地方给它死命的往里推，确认这里就没毛病了之后，我们把这个零件往前摁塞，塞到哪里合适呢？不是看它的，是看那个小腿甲的。我跟你们说啊，是这样看的。把这个零件推上去之后呢，我们在推回这个零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凸起，对应这边的凹槽啊，大腿这里的凹槽。好，怼进去，只要这里能扣进去，并且车尾部分能贴紧啊，那这地方就没毛病了啊，变到位了。然后把这个脚尖呢给它摁进去，正好顶在这个里面，起到了一个固定的作用。但是我们这个模具毕竟公差还可以，所以是吧？这里还是会开啊，只能说必要的牺牲这一块的。那我们这边把这个零件扣上去之后呢，两边这个插槽都给它搞定完之后啊，把车尾给它合上，合上完，在这地方它是我的建议是最好把它当做一个滑槽来处理，就把它滑进去，从上往下这样一扣，咔一下一扣 ，OK， 好，这里就固定住了。这个地方真的很紧，所以变形的时候，我的建议你是，就是在松脱这个下半身之后啊，在松脱下半身之后，就把它往里摁，这样变是，怎么说呢？就你一定要，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变，不至于你把这个关键性的两个卡扣去给它撑坏掉。所以你记住，兄弟，往下摁，不要往两边掰开啊，不要自己掰开，让它自己打开就行了。好 ，OK， 我们这里依旧滑进去啊，好 ，OK， 扣合之后呢，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门板啊给它放平，放平之后，在这个下面有一个卡扣位点啊，这个卡扣呢给的还挺宽的，只不过，这里捏的话就要一步，就是捏的去用点力啊，一下给它捏到位啊，捏到位。我已经确认过了，只要你前面变的都没毛病。那这个车门是一定能合上的，没合上就是要么轴打歪了，要么那什么毛病。那 OK 兄弟们，这款 TFP 传世不是传世，什么鸡巴传世？这个我的公司这里站不下这么多人啊！我想想这个叫什么？这个天尊世代低级别传世风格 TFP 烟幕就变形完成了。那这个小车的载具呢，真的很大，甚至让我觉得跟那个劳务差不多大了。我这边手边有没有合适的低级小车过来看一下？哎，还真有老灯啊！来了，兄弟们，来看看劳务的这个击倒，你看两个载具差这么多呢，都是低级，这还正宗老低呢。哦，说起来啊，这个模具什么时候涂一个击倒，我觉得很合适啊，好帅，兄弟，你涂个击倒，然后换一把大一点的武器，真没毛病。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小车真的尺寸还蛮大的，而且造型很漂亮，一辆跑车，超大号的尾翼，并且呢整体的合缝呢还挺好的，然后透明车窗呢也有老物那个感觉，除了没有老物那么惊艳啊，没有变形步骤没有老物那么复杂，没有老物那么还原，没有老物那么帅啊，各方各面都不如老物之外呢，这个模具还是非常优秀的一款低级别的小车啊。侧边那个涂装也挺漂亮的，还有虚影的，轮子呢也都选择了这个向内的卡扣轮，底盘呢也平整的不行，
真的是一款非常优秀的低级玩具，并且目前的价格呢也没有炒高，甚至还出现了还在慢慢往下降的情况。所以我的建议是，只要你觉得价格合适，就100，我的个人空间就是100以内吧，二手80，全新100以内之后就可以入手这一款玩具了，真没毛病，不吃亏好吧。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喜欢的观众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